教教，你现在也感受到了？伏羲每天重复着做一件事情，我可做不来。是啊，我们的秘密他还不了解，不过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眼下你肯定应该感觉到这个太吸引他了。对了，洋洋，你说他还会发现什么呢？你猜？又开始卖关子了。那咱们就接着往下看吧。对于伏羲，眼下他最需要的是找到一个简单且能承载和反映天地大道的表现方式。在历史和传说之间，这似乎暗含了某种神秘的启示。这是继龟表观影之后，又一个从表象上升到理论的重要过程。这凝聚了伏羲智慧的结晶。正是这次带有强烈浪漫色彩的偶遇，奠定了多年以后的《易经》这部经典著作的理论基础。这个图案深深触动了伏羲，长久以来的遐想冥思，在此刻找到了突破口。他记录下这个神秘的图案。
说，娇娇，你看呆了吧？太神奇了！洋洋，那是什么呀？瞧瞧你那傻样，这是河图。什么河图是？河图啊，河图是河中龙马身上的图案，后来人们就称之为河图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呆子，真是没见过世面。切，那你说，那河图对他有什么用啊？当然有用了，这个图案就是上天给予他的启示。启示？对呀，娇娇，你难道没有看见伏羲的表情？他发现河图与龟表都是解开阴阳与万物关系的象数模型。哎，等等我，等等！你刚才说谁没见过世面？哎呀，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娇娇，你看这变化多神奇啊！但是伏羲要怎样确定阴阳的活动规律呢？我还真想仔细的了解一下。好啊，你终于也感兴趣了。龟表的冬至为太阴点，是阳气发生的起点，表示太阳发生在太阴之中。河图下方外围的黑点为太阴，往里的一个点表示阳，表示在太阴中阳气开始发生，也就是阴极生阳。冬至后一阳来复，阳气逐渐增加，到达春分时，阳气已经大于发生之时，由一个点变成了3个点。春分以后，阳气越来越旺，在夏至达到极致。就在这里，阴气开始发生，也就是阳极生阴。为了表示阳极生阴，河图最上方出现了黑点，说明阴气开始发生。到秋分点，阴气逐渐增加，阳气减退。此时，河图右边里层的黑点也增加到了4个。这样一讲，我才明白河图的这些点是什么意思。怎么样，娇娇？你现在被我洋洋带领着，越来越聪明了吧？我可没说是在你的带领下哦。无论是神话还是史实，这是伏羲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从龟表观影到河图印证，这每一点都标记着人类思维与自然大道的紧密结合，并闪烁着理性恒久的光芒。我找到了，就是这个。伏羲的坚持有了收获，总算是没白费功夫。他观察的心得恰好与河图的图案基本对应。是吗？不信你看呢。中心的5个点对应永恒的太阳。不管四季如何变换，太阳永远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地球围绕太阳运转，四季的变化正是这个运动中的轮回。在地球围绕太阳运动的黄道平面上，夏至与冬至2个点平分黄道圈，这就形成了1分为2的阴阳之道。
冬至阳生，夏至阴生。春分与秋分昼夜的长度是基本相等的，所以以这2点为界，可以将阴阳分为4象，这就是春夏秋冬。你看呐，这就是所谓的春夏秋冬。哇，真的是春夏秋冬。在漫长的观测中，伏羲渐渐发现了阴阳进退的规律，而且感悟到这个规律与4季变化居然完全吻合。那就是说，他日夜寻找的那个主宰终于显形了。依照这个河图，上对应天文，下印证地理。哇，他真是太了不起啦！但是伏羲还没有停止观察，他在努力地梳理和总结这些线索呢。为什么要梳理呢？他想把这个心得清晰准确地表现出来啊，这有利于指导他们的生产嘛。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呀！我觉得我们也快被他发现了。太阳与太阴点是事物发展到极致的位置，称为夏至和冬至。所谓至，就是事物到达极点的意思。少阳和少阴位于阴阳2气运动轨迹的分界点上，称为春分和秋分。对于这4者的中间点，可以表示每个季节的开始，即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后来，人们将这一过程称为太极生两仪，2仪生4象，4象生8卦。正是这些概念的确立，使远古华夏部落的生产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年以后，人们在这个大道循环的过程中，探寻到了更为优美的音符。结合伏羲的发现，它们最终交汇成天地之间一曲美妙的旋律。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地球绕着太阳转，绕完一圈是1年。1年分成12月，24节紧相连。如果对河图进行更深一步的解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它更是一个完美的描述宇宙万物的象数模型。从河图四周分布的阴阳数理来看，秋分到春分之间，万物负阴抱阳而生；春分到秋分之间，万物负阳抱阴而化。黑点表示阴气，白点表示阳气，阴阳相互交错为伍。太阳即为时间的概念，表示永恒不变，而地域空间的变化则引起了阴阳2气的属性变化。4象与4季也是相对应的。冬至到春分为少阳，主春季；春分到夏至为太阳，主夏季；夏至到秋分为少阴，主秋季；秋分到冬至为太阴，主冬季。阴阳2气除了可以分为太少阴阳4气之外，还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分为3阴和3阳6气。
太阳统领少阳、中阳和老阳三气，太阴统领少阴、中阴和老阴三气，它们分别对应着湿、风、暑、火、燥、寒六气。这种对阴阳二气的划分法，奠定了后来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在三阴三阳的基础上，在一个完整的阴阳运动中，月亮一共圆缺了12次。由此，伏羲确定，一年里有12个月，在其中，阴阳二气平分以后各占6个月。从11月冬至起，一阳发生到5月的阳极，共计6个月。从5月一阴发生到11月的阴极，也是6个月。这就是说，一年里有12个月，阴阳各占一半。就在此时，一个更为凝练、超越的概念正在伏羲的脑海中酝酿成型。在结合天文、地理以及河图的基础上，伏羲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进而模仿万物的阴阳数理，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化的象数模型。伏羲认为，这个表示阳就是我，这2个表示阴是你。他用更为概括的符号表示阴阳运动的现象。在一个完整的阴阳运动中，阴气和阳气各主导6个月。是啊，冬至到春分，阳气虽然发生，但是春分3个月还是阴气大于阳气。伏羲用占卦来表示，实线表示一阳发生，2条断线表示阴气仍占据上风。伏羲发现了春分后阳气又急剧上升，到夏至3个月，阳气大于阴气，用3条实线表示乾卦。夏至后，阳极阴生，但是从夏至到秋分的3个月，阳气仍然大于阴气。伏羲用巽卦来表示，下方的1条断线表示阴气已经发生，上方的2条实线表示阳气大于阴气。秋分后，阴气开始占据上风。秋分到冬至3个月就用。还有一个呢，快送过来呀！伏羲就用坤卦来表示。哇，伏羲真是好聪明啊！春夏秋冬各占3个月，一季之中的3个爻与3个月相对应，4象12爻就对应了1年12个月。哇，这样1年4季就区分得如此准确了。同时4象12爻阴阳各占6爻，表示阴阳也是对立相等的。看来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4象符号的确定，让伏羲在更高的层面上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伏羲结合月亮的朔望与阴阳影像的进退量化，以月圆为中心，将1年分成24分，又进一步划分了4象，形成了8象概念。由于每一项都有3个爻，由此一个阴阳循环运动中的8象就有24个爻。
这对应着一年中的24节气。而这8项，因其以圭表为起点，后人将每一项称之为卦。这就是传承几千年，被今天的人们视为神秘符号的八卦的由来。从圭表开始，历经观影寻迹的朦胧，河图的逐渐清晰，到最终的豁然开朗。在没有现代宇宙视角的史前社会，八卦的创立笼天地于形内，高度并且创造性地概括了天地万物的运行规律。即使在今天，它依然闪耀着恒久不衰的理性光芒。对于伏羲，八卦是一种全新的视角，是一种洞悉万物的利器。在他面前展现的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这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呢？